各位叔叔阿姨，大家好。您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烦恼？明明就已经很努力了，3餐改吃糙米饭，也很少控那些甜点饼干了，结果每次拿到血糖报告，看到上面的数字，心里还是凉了半截。为什么我这么认真控制，血糖还是不听话呢？这个问题我听过太多遍了。我是佳琪，一位专门帮助像您一样的叔叔阿姨找回健康活力的养生专家。在我多年的经验里，我看过太多长辈因为血糖问题吃得小心翼翼，生活却一点也不快乐。今天佳琪就是要来为大家平反，告诉您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其实有一位日本非常权威的医生，他花了整整58年的时间研究，最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我们血糖失控的真正凶手，可能根本不是米饭或糖本身，而是一个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犯的致命饮食错误。接下来的影片，佳琪会为您完整揭露，到底是哪3大升糖加速器在偷偷伤害您。同时，我也会跟您分享5种救星食物和5个不用吃药的控糖妙招，帮助您从根本上把健康找回来。好，那在揭晓这些加速器之前，我们得先花1分钟，简单搞懂我们身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多长辈一听到糖尿病，就以为是尿里面有糖，是身体里的糖太多了。这个讲法只对了一半。糖尿病的根本问题，其实是我们身体里负责管理血糖的工人，一位叫做胰岛素的工人，他出问题了。第1型糖尿病比较少见，那就像是这位工人直接罢工不干了。但占了90%以上的是第2型糖尿病，这就好比这位工人不是罢工，而是他变懒了，变迟钝了。以前只要1个工人出马，就能把血糖管得好好的。现在呢，可能要派出3、5个工人，身体的细胞才勉强听话。这在医学上就叫做胰岛素抗性。那是谁把这位勤劳的工人搞得这么累、这么迟钝的呢？最重要的推手就是我们每天吃的东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揪出躲在我们餐桌上的3大刺客，也就是正在引爆您血糖的升糖加速器。第1位刺客，也是威力最强的，就是3白食物。哪3白？白米、白面、白糖。首先是白米饭。我们华人吃了几千年的白米饭，怎么会是坏案呢？问题出在精加工。以前的米外面还有一层粗粗的麸皮，有很多纤维。现在的白米磨得又白又亮，营养和纤维几乎都没了，只剩下大量的淀粉。它的升糖指数 GI 值超过80，这是什么概念？您想象一下，您剩了一碗热腾腾的白米饭，看起来这么无害，对不对？但是在您的血管里，它造成的血糖冲击，跟您一口气吞下10几颗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方糖，效果是差不多的，是不是很吓人？第2白是白面粉做的各种食物，像是面包、馒头、面条、包子、水饺皮，这些东西的升糖指数更高，接近90。特别是早餐常吃的白吐司，又松又软，几乎不用怎么咀嚼就吞下去了。吃下一片松软的白吐司，就像是在您的血管里咻的点燃一根火柴，血糖瞬间飙高，火光很亮，但熄得也快，很快您又会觉得饿，觉得累，这就是血糖的引爆器。第3白就是白砂糖，这不只是我们泡咖啡加的糖，更可怕的是躲在各种菜肴、卤味、汤品和糕点里的隐形糖。如果说米饭和面粉是木材，那白砂糖就是直接为您的血糖火灾浇上汽油，让火烧得更旺、更失控。讲到这里，叔叔阿姨们，这3样东西，白米饭、白面制品、白砂糖，您是不是几乎天天都吃到？您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佳琪，您觉得这3样里面哪一样最难戒掉呢？好，接下来是第2位刺客，
这位刺客更狡猾，它叫做伪装的健康陷阱。很多长辈觉得天然的不是人工的就一定健康，像是蜂蜜觉得是天然的就拼命加，或是觉得柿子、甘蔗、龙眼这些水果很甜，是天然的糖，多吃没关系。错了，它们的糖分非常高，对血糖的冲击一点也不小。更常见的一个陷阱是烹调方式。我来说一个我邻居王伯伯的故事。王伯伯70多岁了，非常注重养生。他听说红薯很好，是健康食物，纤维又多，于是他每天早上都用红薯熬地锅稀饭，熬得烂烂的、糊糊的，觉得这样又健康又好消化。结果呢，他血糖不但没降，还越来越不稳定。他很困惑地来问我，我告诉他，王伯伯，红薯本身是好东西，坏就坏在您熬稀饭这个动作。任何淀粉类的食物，只要经过长时间的烹煮，煮得越烂越糊，它的淀粉分子就断裂得越小，我们的肠胃就吸收得越快，升糖指数也就会直线飙升。您那碗看起来很养生的红薯稀饭，其实跟一碗糖水差不多了。后来王伯伯听我的话，改成吃真的红薯，血糖就慢慢稳定下来了。所以您看，就算是好食物，用错了方法，也会变成伤害我们的凶手。第3位刺客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叫做液体地雷。第一个就是各种含糖饮料。天气热，很多叔叔阿姨喜欢来一杯冰凉的红茶、冬瓜茶，觉得很舒服。但研究显示，每天只要喝一杯这样的含糖饮料，您得到糖尿病的风险就会比别人高出2成以上。这就像是每天都在为自己身体里的糖尿病种子浇水施肥，让它更快发作。第2个液体地雷更隐蔽，那就是果汁。很多人觉得我这个是现榨的100%纯果汁，没加糖，总该健康了吧？错了，水果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是纤维，但榨汁的过程把纤维几乎都过滤掉了，只留下了满满的水果糖水。喝下一杯柳橙汁，可能等于您一次吃下5-6颗柳橙的糖分，而且吸收速度非常快，对我们的肝脏和胰岛素都是很大的负担。好了，讲了这么多餐桌上的坏蛋、刺客、地雷，您是不是心头一惊，觉得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碰，人生还有什么乐趣呢？先别怕，先别怕，佳琪今天不是来吓唬大家的，揭露这些元凶是为了让我们看清楚敌人是谁，才能对症下药。好消息是，大自然其实早就为我们准备好了许多血糖救星，只要我们懂得聪明地运用它们，一样可以享受美食，又能稳稳地控制住血糖。接下来就是今天影片价值最高的部分，佳琪要跟您分享逆转高血糖的黄金法则，包含5种救星食物和5个生活好习惯。我们先来看哪5种食物是我们的血糖救星。第1种，全谷杂粮，代表选手就是燕麦。燕麦里面有一种很厉害的成分，叫做贝塔葡聚糖，它是一种水溶性纤维。吃下去之后，它会在我们的肠胃里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水膨胀，变得黏黏稠稠的，把我们同时吃下去的糖分、淀粉都包裹起来，让它们被吸收的速度大大减慢。这里佳琪要给一个聪明吃法小提示，您在买燕麦的时候，一定要买那种看得到完整颗粒的大燕麦片，不要买那种冲泡一下就变糊状的即食麦片，或加了很多糖和奶精的3合1麦片，那样反而对血糖不好哦。第2种救星食物是豆类，像是黄豆、黑豆、毛豆。豆类被称为3D 一高的模范生，就是低脂肪、低热量、低升糖指数，但是有很高的蛋白质和纤维。而且豆类里面富含镁和钾这2种矿物质，它们是我们身体里胰岛素要正常工作的好帮手。
聪明吃法好提示，您可以自己在家打无糖豆浆喝，或者在煮饭的时候抓一小把黑豆跟米一起煮，都能轻松增加摄取。第3种救星是坚果，像是核桃、杏仁。坚果富含健康的脂肪和蛋白质。您可能会问，脂肪不是不好的东西吗？好的脂肪就像一个拖油瓶，它可以拖慢我们这一整餐食物的消化速度，让血糖上升得更平缓、更温和。但记得量很重要。聪明吃法小提示，请您一定要买没有调味、没有果糖、没有油炸过的原味坚果，而且一天吃1小把就够了，大概就是您手掌长起来的分量，当零食吃，不是当饭吃哦。第4种救星是优质蛋白质，特别是鱼肉。鱼肉的升糖指数非常低，只有40左右，而且它富含的 Omega-3 脂肪酸不只对血糖有帮助，还能保护我们的心血管，预防长辈们担心的中风、心肌梗塞。聪明吃法小提示，烹调方式很重要，尽量用清蒸、烤或者煮汤的方式，避免油炸，才能吃到鱼肉完整的好处。第5种救星是2种很有特色的蔬菜，青花椰菜和苦瓜。青花椰菜里面有个叫做萝卜硫素的成分，研究发现它可以帮助改善胰岛素抗性。而苦瓜自古以来就被称为植物胰岛素，它里面的一些活性成分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更好地利用血糖。聪颖吃法小提示，苦瓜的有效成分比较怕热，所以凉拌苦瓜或是煮苦瓜排骨汤都是很好的选择。好，介绍完了5大救星食物，我们接下来看在生活中有哪5个不用吃药的控糖妙招。第1招也是最重要的一招，改变吃饭的顺序。很简单，记得一句口诀：先菜再肉后饭。也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先把桌上的青菜吃掉大部分，然后喝点汤，再吃鱼、肉、蛋，最后才吃那1小碗饭。这样做的好处，我们等一下会详细解释。第2招，细嚼慢咽。现代人吃饭都太快了，食物没怎么嚼就吞下去，这会给我们的胰腺带来巨大的压力，逼它瞬间分泌大量的胰岛素。从今天起，练习每一口饭菜都在嘴里慢慢咀嚼30下再吞下去。这不只能让血糖平稳，还能让您有饱足感，不会吃过量。第3招叫做餐具心理学。有时候我们不是真的饿，是眼睛饿。您可以试试看，把家里的大碗公换成小一点的碗，筷子换成重一点的，或者用那种有分隔的餐盘来装菜。透过这些小改变，让大脑觉得我已经吃很多了，自然而然就能减少食量。第4招，调整您的生理时钟，千万不要熬夜。我们的身体在深夜需要休息和修复，熬夜会干扰内分泌，让隔天的血糖变得非常不稳定。另外，尽量让您的晚餐时间跟上床睡觉的时间间隔4到5个小时，给肠胃足够的时间去工作和休息。第5招是关于喝酒的实话。很多长辈喜欢小酌2杯，佳琪要提醒您，酒精会对血糖造成很复杂的影响，有时候会让它飙高，有时候又会造成危险的低血糖。如果您真的有喝酒的习惯，请一定要严格控制分量，而且千万要避开啤酒和各种甜酒，它们对血糖的影响最大。好了，刚刚我们分享了10个黄金法则，5种食物，5个习惯。如果您觉得一时之间要记这么多很困难，时间和精力也有限，只能先选1招来做，那佳琪会强力推荐您就从刚刚说的第1招开始，改变吃饭顺序。这1招真的可以说是一招见效。为什么这么神奇？我用一个比喻您就懂了。您想象一下，我们的胃是一个空空的房间。如果您吃饭的时候，第1口就是扒1大口白米饭进去，那这碗饭就像一颗石头，哐啷一声就直接掉到房间的地板上。这个地板就是我们的肠道，它会很快的把饭里的糖分都吸收进去。
您的血糖就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瞬间冲到最高点。但是如果我们换的顺序，吃饭前我们先吃下大量的各种颜色的蔬菜，这些富含纤维的蔬菜进到胃里，就像是我们先在这个空房间里铺上了一层厚厚的软绵绵的绿色蔬菜地毯。当地毯铺好之后，我们再吃鱼，再吃肉，最后才吃那一小碗饭。这时候米饭掉下去会发生什么事？它会掉在这张柔软的地毯上，被地毯的纤维给层层包裹住，缠绕住，没办法马上接触到地板。这样一来，它被分解和吸收的速度自然就变得非常非常缓慢，血糖也就会温和又平稳地慢慢上升，那个可怕的血糖高峰就被大大的削弱了。您看是不是很简单？就只是改变一下吃的顺序，就能在我们的身体里建立起一道这么有效的防线。佳琪再补充一个小技巧，如果您在外用餐，可以在吃的时候喝一小口用温水稀释过的醋，它也有帮助平稳餐后血糖的效果哦。讲到这里，您会发现，其实控糖这件事并不是一场痛苦的修行，不是叫我们放弃所有美食，过着苦行僧一样的生活，它更像是一场关于替换与平衡的智慧游戏。我们用燕麦、糙米这些全谷杂粮去替换掉精致的白米饭和白面条，我们用吃整颗新鲜的水果去替换掉喝果汁的习惯。我们不是完全不吃淀粉，而是把它放在一餐的最后，跟大量的蔬菜和蛋白质做好平衡。当您掌握了这个核心思想，您就能告别血糖带来的焦虑，成为自己健康真正的主人。最后，佳琪想将今天所有的方法升华为4大健康的基石，这才是我们能受用一辈子的健康观念。第一是体重管理，特别是减掉我们肚子上的那一圈肥油，这是改善胰岛素抗性的核心中的核心。第二是规律运动，运动是天然的降糖药，每周至少保持150分钟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像是快走、游泳、骑脚踏车，都能帮助我们的肌肉更有效地利用血糖。第三是睡个好觉，睡眠是身体进行修复和充电最重要的时间，睡不好，再怎么忌口，再怎么运动，效果都会大打折扣。第四是情绪稳定，您可能不知道，压力、紧张、生气这些负面情绪都会让我们的血糖升高，所以保持心情愉快，找到适合自己的抒压方式，也是控糖很重要的一环。从今天起，您可以从我们今天提到的任何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开始，哪怕只是换的小碗吃饭，或是每天多走15分钟。请您相信，每一个微小的改变，日积月累，都会成为您未来健康大厦最坚固的基石。如果您觉得佳琪今天的分享对您有帮助，请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未来有更多实用的养生知识，您才不会错过。也请您顺手按个赞，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关心的家人和朋友。一个简单的分享，可能就帮助了他一辈子的健康。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